真正能夠守護你美股資產的猛士，已經不只是佣金的高低問題，而是誰還願意接受國際投資者，誰能夠長期穩定的運營，誰能夠在未來不斷加劇的全球監管環境下，陪你走完未來的10年、20年。嗨，大家好，我是 Sean， 關注我，讓你全球都有人。就在不久前中國證監會對多家跨境券商的非法跨境展業進行了嚴厲的定調。風蕭蕭兮易水寒，韭菜再割兮不復返。千年前有荊軻刺秦王的悲壯離歌，今天我 Sean 就要為所有尋找資產出路的華語投資者們帶來一期至情至義的破局指南。如果你也在尋找一個既支持國際身份開戶，又能夠長期穩定的持股的美國本土券商，那麼今天這期視頻就是為你量身定制的。我結合了我本人、家人，還有大量同事和客戶的親身肉身實測，篩選出了目前最具代表性的4家美國本土券商 ：Charles Schwab International 嘉信理財、Interactive Brokers 盈透證券、First Trade 第一證券、BBay 必備證券。今天我們將從背景實力、開戶門檻、中文體驗、交易品種、人群畫像這麼5個硬核的維度進行全面橫評。話多說 ，Let's get into it。第一維度，背景實力。對於廣大散戶小九九我們來說，收益率排第2，安全性永遠排第1。如果平台沒了，再高的收益也將是空中樓閣。首先需要強調的是，這4家券商全部都是美國證券投資人保護公司 SIPC 的成員，為投資者的賬戶提供高達50萬美元的證券賬戶保險，但他們的體量和底蘊差距極大。Charles Schwab 嘉信理財，美國頂級財富管理的巨頭，客戶資產規模超過了10萬億美元。如果把券商比作汽車 ，Schwab 是金融界的奔馳，一個字，穩。美國家庭幾代人的養老錢都在這兒。Interactive Brokers 盈透證券，簡稱 IBKR， 它成立於1978年，正好是中國改革開放同歲的年紀。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客戶遍布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長期被譽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券商。如果從國際投資者的角度來看， IBKR 幾乎是行業的天花板。First Trade 第一證券成立於1985年，雖然規模無法和 IBKR 和 Schwab 相比，但在華人投資圈擁有極高的知名度，尤其是中文服務做得非常的好。我自己都代表家人給第一證券打過無數次電話，如果要雞蛋裡挑骨頭，他們家的中文服務除了北方標準普通話口音的服務人員少了點，我真的挑不出一點毛病。必備證券屬於近年來快速成長的新銳平台，整體規模和歷史積累與前3家有明顯差距，但在華語投資者市場中開始擁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背景實力排名第1 Charles Schwab， 第2 IBKR， 第3 First Trade， 第4 BBay。 第2要素，開戶門檻與國際客戶友好度，這可能是2026年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我的身份還能不能開？目前來看，這4家都接受國際投資者申請，但是體驗完全不同。首先是 First Trade， 可以說是最簡單，中國兩岸3地居民、馬來西亞居民、阿聯酋居民都擁有大量的成功案例。其次是 Charles Schwab International， 流程規範，審核專業。過去嘉信國際賬戶曾要求最低2.5萬美元的開戶資金，但現在已經取消了硬性門檻。不過從實際使用體驗來看，嘉信仍然更適合資金規模較大、以長期投資和家庭資產配置為主的投資者。然後是 BBay， 開戶體驗比較現代化，中文支持比較多，適合剛接觸美股的新用戶。最後是 IBKR， 很多人以為 IBKR 全球化做得最好，就最容易開，大錯特錯。2026年最新的 KYC 合規極其的嚴格。根據我們全球人團隊的最新實測 ，IBKR 目前對純中國大陸稅務居民的審核大幅收緊，通常需要提供中國大陸以外的海外居住證明，例如海外簽證、地址證明，才能夠穩妥的過審。但通過以後，你拿到的是功能最強、最全的賬戶。本輪排名 ，First Trade 第1，第2
eBay， 第三 Schwab International， 第四 IBKR。 第三要素，中文服務與用戶體驗。如果你的英文還不是666的水平，券商的操作界面和客戶服務會直接決定你的幸福指數。Schwab 是傳統美式，雖然有中文的頁面和中文的客服電話，但是骨子裡仍然是美國傳統金融機構的嚴謹與刻板，系統偶爾略顯厚重。IBKR 硬核但複雜，功能強到沒朋友，界面也複雜到讓人懷疑人生。新手第一次登錄後台通常會迷路，它是專業工具，而不是兒童玩具。First Trade 全5星，專為華人打造，中文官網、中文 App、全中文客服，我自己都代表家人給他們打過無數次電話。除了北方口音的客服稍微少了點，服務質量真的是挑不出毛病。eBay 互聯網範兒，界面極其接近亞洲互聯網產品的操作邏輯，左滑右滑都很順手，幾乎沒有傳統美股券商的那種霧氣。因此，中文服務和用戶體驗排名：1 First Trade， 2 eBay， 3 Schwab， 4 IBKR。 第四要素，可交易品種。在這一輪，盈透證券 IBKR 直接開啟了降維打擊。IBKR 可以說是全球通，一個賬戶一張網，直接交易美國、加拿大、歐洲、英國、日本、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全球150多個市場全球資產配置的終極神器。Schwab 以美國本土市場美股美債優質的 ETF 為核心，國際市場需要通過特定賬戶相對繁瑣。First Trade eBay 專注於美股期權的 ETF， 基本無法涉足更加複雜的全球小眾市場。因此，可交易品種排名：1 IBKR， 2 Schwab， 3 First Trade， 4 eBay。 第五維度，定位對決，誰才是適合你的猛士？經過前4輪的 PK， 相信很多朋友已經發現了一個問題，這4家券商沒有絕對的好與壞，關鍵在於誰更適合你。畢竟，巴菲特和日內交易員用的券商通常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準備長期投資退休的人和一個天天做期權交易的人，需求也完全不同。因此，第5輪 PK 我們就來聊聊這4家券商到底分別適合什麼人。Charles Schwab 嘉信理財，中產與高淨值家庭的安全錨。如果說 IBKR 是全球化的玩家，那麼 Schwab 就是美國中產與高淨值家庭的最愛。它特別適合長期價值投資者、ETF 定投玩家、家庭資產配置、退休規劃、大額資金管理。很多美國家庭一輩子只用一個券商，而那個券商往往就是 Schwab。為什麼呢？因為它最大的特點就一個字：穩，非常穩。券商、借記卡、投資賬戶可以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尤其對於那些擁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美金資產的家庭來說，安全感非常的強。所以，如果你的目標不是天天盯盤，而是未來10年、20年持續投資 ，Schwab 會是一個非常舒服的選擇。我自己勉強算是一個美國中產吧。從疫情以來，我的主力首選之一就是 Schwab。除了圖它穩如泰山之外，它免費配發的國際借記卡 Visa Debit Card 在全球 ATM 取現免手續費，是離岸資產消費的神卡。IBKR 盈透證券全球化玩家的終極武器。IBKR 特別適合第二身份持有者、海外移民家庭、數字游民、全球資產配置玩家、多國稅務居民、交易多個國家股票市場的人。打個比方，如果你手裡拿着阿聯酋的黃金簽證、馬來西亞的第二家園，或者未來打算配置歐洲身份， IBKR 都是繞不開的。它不靠低價吸引人，它靠的是全球資產的無縫遷移和超低的融資利息。這是一個你打算用10年、20年都不需要換的終極賬戶，因為它最大的優勢不是便宜，而是全球覆蓋能力。美股、港股、歐股、加拿大、日本、新加坡、澳洲幾乎一網打盡。因此，如果你想建立一個未來10年都不用換的國際投資賬戶， IBKR 大概率是最佳選擇。First Trade 第一證券，華語新手的無痛第一站。很多觀眾朋友們應該都迫不及待的想聽我講 First Trade 第一證券了吧？如果讓我推薦一個最適合華人新手的美國券商，答案大概率是 First Trade。它特別適合中國兩岸3地及海外華人，剛接觸美股的新手，純粹買 VOO 和 QQQ 等長期持有的佛系投資者。為什麼呢？因為中文體驗實在是太好了，中文官網、中文客服、
中文 App， 開戶流程極簡，零佣金、零開戶門檻，無敵的中文服務。如果你不想花時間去研究複雜的美國金融術語，只想簡單安全的買入定投 ，Firstrade 是學習成本最低的選擇。我在中國的大部分家人和朋友，第一選擇也基本是 Firstrade。BBay 必備證券，新銳挑戰者。如果說前3家屬於美國券商的老江湖，那麼 BBay 必備證券更像是一位新銳挑戰者。他比較適合喜歡中文服務的人，喜歡新產品的人，資金規模暫時不大的投資者，想嘗試第二賬戶的人。他最大的優勢在於最了解華語投資者的需求，整體體驗更加互聯網化，操作邏輯也更加符合亞洲用戶的習慣。當然，作為一家相對較年輕的品牌，在品牌歷史、資產規模和全球影響力方面，與 IBKR 和 Schwab 還是有一定差距的。因此，我更傾向於把它看作一個值得關注的美國本土新玩家。看完了全面的 PK， 很多朋友們會糾結，其實小孩子才做選擇，成熟的離岸資產配置者往往採用的是組合拳。在2026年的今天，為了分散平台風險和監管風險，我最推薦的黃金組合是 Schwab 或者 IBKR 作為核心資產庫， Firstrade 或者必備證券作為華語交易前哨站。前者負責顧全大局，用 IBKR 配置全球，或者用 Schwab 死守美股核心資產，好借機卡的羊毛。後者負責長尾，用 Firstrade 或者 BBay 做日常的華語無障礙操作和佛系定投。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到了2026年，真正能夠守護你美股資產的猛士，已經不只是佣金的高低問題，而是誰還願意接受國際投資者，誰能夠長期穩定的運營，誰能夠在未來不斷加劇的全球監管環境下陪你走完未來的10年、20年，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如果你喜歡我們視頻這種站在全球視角看資產和身份的硬核內容，歡迎點讚、轉發，並且訂閱我們順手牽羊頻道。我是Sean，我們下期見，拜拜。